好，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台湾政坛的一个最新民调，赶快来看到这是联合报做的最新民调。现在数据显示，赖清德总统上任1年多来，我们来看到他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的比率大家民意到底反应如何？看到画面，从43%暴冲到63%，是不满意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比率。换句话说，超过60%台湾人对于这位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是不满意的。那比较讽刺的事情是，抗中保台当时喊得非常大声，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从民意上面来看的话，这个结果是不好的。那么亲美的比例跟这个亲中的比例也开始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亲美的比例从21%掉到了18%，亲陆的比率从8%上升到了12%，代表现实生活中台湾民众更想要和大陆来做更多的交流。我们看到国际怎么评论，这个是新加坡的现任总理黄循财，他直白的警告了美国要遏制中国大陆的武力，同时也要遏制台独的挑衅，因为台独就是红线中的红线，他担心一旦跨越，那么全亚洲甚至全球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敏感时刻，华盛顿邮报也做了一个评论说，川普为了和习近平热线，他直接压下超过4亿美元的对台军援，本来要给的，现在直接就是说先不给了，先暂缓。那么也直接拒绝让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可以过境华府。怎么看这一份民调，这一份民意？厉将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摆在一起比较哈，新加坡黄循财这个总理他的讲的话哈，这个警告说台湾这个不独，然后大陆不武来讲的话，是维持亚洲地区和平这个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红线。那比照我们这个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所讲的这些话哈，从他就任开始，他不断的借着说是新两国论，还有将对岸定义为这个敌对的势力哈，这个互相不隶属等等这种挑衅性的言论，然后两个领导人的高下立判哈。一个是为了真的是为了追求亚洲地区的和平繁荣而讲的话，另外一个是只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台湾民众眼睛是很清楚的。现在来讲，包括美国一直强迫我们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5%，然后赖清德就这样就愿意配合这样来做。然后另外一个在关税问题上面，也让台湾民众更清楚的认为说是美国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朋友要帮助我们，反而我们认为来讲的话，从馆长去大陆之后，让台湾民众可以看到大陆很多事实上的进步，跟当时这个民进党用这个愚民的政策宣导的是完全两回事。所以民众慢慢在这方面有了清楚的认知之后，我相信台湾的民众自然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好，现在这个民调是说，习在两岸维持沟通的民调高达88%，那怒批赖清德的有63%啦。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民调今年的呈现的变化，我觉得3个因素了。第一个当然是肇因于赖清德政府自己本身政策的错误，然后第二个是两岸关系的变化越来越紧张，第三个呢，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使然。我觉得台湾人自己每天看新闻，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也都会非常的感同身受，了解到它实际上的这个影响。那但是从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反而会呈现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跟其他国家这些比起来，在这1年川普上来到现在才8个多月，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其实对川普是越来越不满，不信任度就越来越高。对。结果呢，台湾这边相对的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包容度。我把它解读叫做在民进党的亲美抗中保台的这种宣传之下，形成一种亲美反中的零和困境，因为他几乎没有办法去做别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民进党的支持者的这一边，如果他不亲美，他不反中，他就要倒过来亲中反美。他认为，所以这种零和的这种1跟0的选择对他而言，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快的这个转换，即使是大的环境都已经这么快的变化。因此，你去看到在这里面没有呈现出来，但是在这个调查里面呈现出来，你对于美国会军事协防台湾，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49%现在是不相信，去年只有42%，增加了。相信的还是41%，去年是49%，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还是有41%的台湾人，应该大部分是民进党支持者，还是认为美国在两岸冲突的时候会军事援助台湾。这种论述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做选择，因为他自己落现在你要不亲美，你就要亲中，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使得民进党支持者呢，处于一个极度的困境当中。是，那蔡委员又怎么看？从民调来看的话，去年有29%表态，今年有30%表态，所以表示仍然有70% 的人不愿意表态。那说法就是我希望维持现状，可是心里面又很清楚，好像这个现状又很难维持，所以有一部分人就很急的要搞台独，像赖清德就宣布，中国大陆是敌对国家，两国互不隶属，所以可以搞台独的把戏就一个个推出来。他希望是巩固这个所谓的亲美的21%，今年下降到18%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对赖清德来讲是不能放的，然后就把其他人说你是中共同路人，打的就是那个8%，可是越打越旺，变成12%，来回就有这么一点差距了。所以民意正在变化，可主流民意还是不愿意表态，他就是还在观望，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看两边去斗法吧。那你说美国呢？美国的态度也是很复杂。一方面是希望把台湾当作棋子，能够在某些小地方呢对中国大陆进行让步，换取政治跟经济上的利益。哎呀，我今天不让辜立雄过境美国，明天不让赖清德过境，然后后天呢，我把要给台湾的军事援助的数字给砍掉。那晋明兄，你这样满意吗？用这种方式换到一点什么好处？那大陆一样啊，大陆现在平常有的观察。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什么统一是历史必然啊，统一是必什么历史大事啊，哪有看不到这个迹象啊？然后他们也很急，因为面对的你可以看得到，董军跟赫格塞斯也讲台湾问题，王毅也讲台湾问题。我相信习近平现在跟川普讲，一定会提到台湾问题，他们压力很大，因为正面的来讲说，我93大阅兵这么成功，军力这么强，可老百姓。一般民众在网络上的反应是说，那我们解放军既然这么强的，你还没有办法收复台湾，就变成一个北京领导者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要急着去找到办法来解决。可是我分析讲过啊，我说和平就不可能统一啊，统一就不可能和平，然后他们又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所以全部都搅成一团啦。他们也在困境当中该怎么解决？那台湾的赖清德政府在。今天跑到荷兰国会去通过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明天跑到那么东西澳大利亚什么一个人去搞得好像台湾独立有一煞一回事一样。也就是黄勋才讲的，台湾独立虽然是中国的最大红线，但是赖清德这个要挑战这个才能够生存。而美国呢，美国也莫衷一是，有一票的美国国会议员学者主张要拿台湾来修理中国，有一派说且慢，我们可能还要再想想，没有那份实力，也就是目前处于一个混乱中间。那台湾老百姓为什么会在心理上会有这种改变呢？主要的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李强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开放签证，所以引来了很多的各地的网红去大陆上拍摄旅游新疆没有强迫劳动没有种族灭绝所以最后结果变成老百姓开始要怀疑你那个绿媒讲的话是不准确的。那第二个，去年又来个什么甲亢哥，更是轰动一时。那今年又来个馆长陈之汉，我让台湾老百姓说你骗我对不对？没有那么可怕而且又很进步、很发达再加上大阅兵，他是心有数，要武力台独已经没希望了。尽管还是有少数人在那边假装这个假装那个无才无能，然后写了一个什么这个国防这个什么安全手册。不是给他笑掉大牙嘛？那这个老百姓看在心里面不吭声，不吭声，所以现在正在处在民意的转移。那赖清德如果没有办法抓住这些中间选民心态的改变，以前是我害怕宣布独立会战争，所以我维持现状，但是我想独立。那现在已经慢慢转成
我知道根本没有独立的机会了，那可不可以尽量不要统一？所以这心态正在改变当中，我们正处在这个过渡阶段。那你如果赖清德会不会走向是跟大陆的沟通呢？不会，因为他守住剩下那个18%的人，就是他的老本。那他觉得我18%，我再抓个22%，我就40% 啦。然后搞不好你们蓝营的跟白营的又处不好，我又捡到啦。所以他赌的是他的个人的权利。那真的会不会规划出两岸的一个什么长治久安的方法？放心，赖清德不会这么干的。好，谢委员，谢谢老师，谢谢。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